嗨，亲爱的书友们，欢迎来到书海时光，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。赶快关注我们，一起畅游书海，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。今天我要向大家推荐一本足以改变我们人生轨迹的非凡之作《内在工程》。这本书的作者是萨古鲁 Sadhguru， 他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瑜伽大师、诗人、神秘主义者，也是一位极具影响力的社会领袖。他以深邃的智慧和独特的视角，为我们揭开了自我认知与生命奥秘的全新篇章。萨古鲁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。他出生于印度的一个普通家庭，却凭借着对生命本质的执着探索，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。他所创立的 ESA 基金会 ESA Foundation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众多公益项目，涵盖了教育、环境、医疗等多个领域，影响了无数人的生命。内在工程这本书的价值究竟何在呢？它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我们内心深处那扇通往幸福、自由与自我实现的大门。在当今这个快节奏、充满压力和焦虑的社会中，我们常常感到迷茫、疲惫，仿佛被生活推着走，却找不到真正的方向。而内在工程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，让我们能够从内在出发，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。想象一下，当你读完这本书并践行其中的理念后，你将不再被外界的评价和期望所左右，而是能够清晰地认识自己，找到内心真正的渴望。你会发现，生活中那些曾经让你烦恼不已的问题，都不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，而是可以转化为成长的机遇。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与满足，这种感觉不是短暂的，而是深深扎根于你的内心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。那么，在开始深入了解这本书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直击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我们每天都在忙碌的生活着，忙着工作，忙着社交，忙着追求各种目标，但有多少人真正停下来，认真的思考过自己是谁？自己的生命意义究竟是什么？著名作家奥斯卡·王尔德 Oscar Wilde 曾说过，认识你自己是智慧的开始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往往对自己的认识是模糊的，甚至是被外界所误导的。就像著名演员金凯瑞 Jim Carrey 一样，他在成名之前，曾经经历了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。他为了追求名利，拼命的工作，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己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，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追求外在的东西，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。于是，他开始寻找自我，通过各种方式探索生命的真谛，最终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自己，才能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之路。而《内在工程》这本书，就是我们开启自我认知之旅的最佳指南。第一个要点，内在工程的本质，自我认知与意识提升。内在工程的核心在于引导我们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认知之旅，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意识层面的提升。萨古鲁认为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无论是快乐还是痛苦，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内在状态所决定的。而内在工程就是要帮助我们改变内在状态，从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自我认知是人类个体发展的基础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自我认知属于自我实现需求层次。只有当我们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识，才能更好地满足其他层次的需求，如安全需求、社交需求等。此外，认知行为理论也强调，我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是由我们的认知所决定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认知，就能够改变自己的行为，进而改变我们的生活。萨古鲁在书中指出，我们的意识就像是一面镜子，它能够反映出我们所经历的一切。然而，大多数人的意识都被各种负面情绪、思维模式和限制性信念所污染，就像镜子被灰尘覆盖一样。因此，我们需要通过内在工程来清洁这面镜子，让我们的意识重新焕发出明亮的光芒。那么，如何进行内在工程，实现自我认知与意识提升呢？萨古鲁在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观察自己的思维和情绪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被自己的思维和情绪所控制，却毫无察觉。我们可以通过冥想、瑜伽等方式，培养自己的觉察力。例如，每天花1015分钟进行冥想，静静地观察自己的呼吸和思绪，不要去评判或试图控制它们，只是单纯的观察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逐渐发现自己思维和情绪的规律，了解到哪些思维模式是负面的，哪些情绪是需要我们关注的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质疑自己的信念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体系，这些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和选择。然而，有些信念可能是错误的或过时的，它们会限制我们的发展。我们可以通过阅读、思考、与他人交流等方式，不断地质疑和挑战自己的信念。例如，如果你一直认为自己不擅长某件事情，那么你可以尝试着去回忆一下，这个信念是如何形成的，是否有证据支持它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打破那些限制性的信念，
为自己打开新的可能性之门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接纳自己。接纳自己包括接纳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接纳自己的过去和现在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感到痛苦，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自己。我们总是对自己过于苛刻，总是拿自己和别人比较。通过内在工程，我们要学会爱自己，珍惜自己的一切。当我们真正接纳自己时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从容。践行内在工程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当我们提升了自我认知和意识水平后，我们会发现自己对生活的掌控力增强了。我们不再被外界的因素所左右，而是能够根据自己的内心做出明智的选择。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内心的平静与满足，这种感觉不是短暂的，而是持久的。此外，我们的创造力、洞察力和同理心也会得到提升，这将有助于我们在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中取得更大的成功。第二个要点，情绪管理，掌控情绪的力量。在内在工程中，情绪管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。萨古鲁认为，情绪是我们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，它可以成就我们，也可以毁灭我们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掌控情绪，而不是被情绪所掌控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情绪是我们对外部刺激的一种反应。不同的情绪会对我们的身体和心理产生不同的影响。例如，愤怒、焦虑等负面情绪会让我们感到紧张、压力，甚至会损害我们的身体健康。而快乐、平静等正面情绪则会让我们感到放松、愉悦，有利于我们的身心健康。根据情绪智力理论，情绪管理能力是情绪智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情绪智力包括自我觉察、自我管理、社交觉察和人际关系管理4个方面。其中，自我管理是指我们能够有效地调节自己的情绪，使其适应不同的环境和情境。情绪管理能力的提升，不仅有助于我们个人的心理健康，也有助于我们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。萨古鲁在书中指出，情绪并不是我们的敌人，而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我们不需要压抑或逃避情绪，而是要学会理解、接纳和转化情绪。当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情绪时，我们会发现情绪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强大的力量之一。那么，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呢？萨古鲁在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识别情绪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被情绪所淹没，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状态。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自己的身体反应、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来识别情绪。例如，当你感到愤怒时，你可能会心跳加速、呼吸急促、思维混乱等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状态，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接纳情绪。接纳情绪是情绪管理的重要一步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之所以会被情绪所控制，是因为我们不能接受自己的情绪。我们总是试图压抑或逃避情绪，这只会让情绪变得更加强烈。当我们学会接纳情绪时，我们会发现情绪就像是一阵风，它会来也会走。我们不需要害怕或抗拒情绪，而是要学会与情绪共处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转化情绪。转化情绪是指我们将负面情绪转化为正面情绪的能力。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或环境等方式来转化情绪。例如，当你感到焦虑时，你可以尝试着去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事情，如听音乐、散步、运动等。此外，你还可以尝试着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如将焦虑转化为动力，告诉自己我可以应对这个挑战。情绪管理的好处是巨大的。当我们能够掌控情绪时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轻松、更加愉快。我们不再被情绪所左右，而是能够以更加积极、乐观的态度面对生活。我们的心理健康也会得到改善，我们会感到更加自信、更加满足。此外，我们的人际关系也会得到改善，因为我们会更加懂得如何与他人相处，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。第三个要点，时间管理，创造高效生活。时间管理是内在工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。萨古鲁认为，时间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资源之一，它是我们实现梦想、创造价值的重要保障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，总是忙忙碌碌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时间管理，创造高效的生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时间管理能力与我们的自我控制力、目标设定能力和任务优先级排序能力密切相关。自我控制力是指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和情绪，使其符合我们的目标和价值观。目标设定能力是指我们能够设定明确、可行的目标，并制定相应的计划。任务优先级排序能力是指我们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，对任务进行排序，并合理的分配时间。根据时间管理理论，时间管理包括计划、组织、领导和控制4个方面。计划是指我们制定时间管理计划的过程，组织是指我们根据计划合理的安排时间和资源的过程，领导是指我们引导和激励自己按照计划行事的过程。
控制是指我们监控和调整时间管理过程，确保目标的实现。萨古鲁在书中指出，时间管理的本质不是让我们变得更加忙碌，而是让我们能够更加专注于重要的事情。我们需要学会区分重要和紧急的事情，将时间和精力集中在那些对我们生命有价值的事情上。那么，如何进行时间管理呢？萨古鲁在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设定明确的目标。设定目标是时间管理的第一步。我们需要明确自己想要实现什么目标，以及这些目标的优先级。我们可以使用 SMART 原则来设定目标，即目标要具体 specific 可衡量 measurable 可实现 achievable 相关性 relevant， 还有实现 time bound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，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，在1年内通过英语6级考试，并取得550分以上的成绩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制定合理的计划。制定计划是指我们根据目标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。我们可以将计划分为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。长期计划是指我们为实现目标而制定的长期规划，短期计划是指我们为实现长期计划而制定的短期安排。例如，你的长期计划可以是在1年内通过英语6级考试，你的短期计划可以是每天学习英语12小时，每周做1套英语6级真题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合理的分配时间和精力。我们需要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紧急程度，对任务进行排序，并合理的分配时间和精力。我们可以使用4象限法则来管理时间，即将任务分为重要且紧急、重要但不紧急、紧急但不重要和不重要且不紧急4个象限。我们应该优先处理重要且紧急的任务，其次是重要但不紧急的任务。对于紧急但不重要和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任务，我们可以考虑委托他人或减少时间投入。时间管理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当我们能够有效地管理时间时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有序、更加高效。我们不再感到时间不够用，而是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。我们的工作效率也会得到提高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，实现个人目标。此外，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得到提高，因为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享受生活的美好。第4个要点，人际关系，构建和谐人际关系。人际关系是内在工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主题。萨古鲁认为，人是社会性动物，我们的生活离不开与他人的交往。良好的人际关系是我们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然而，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常常会遇到各种人际关系问题，如冲突、误解、孤独等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人际关系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社交需求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之一。我们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，获得他人的认可、尊重和关爱。此外，社会交换理论也指出，人际关系的本质是一种交换关系。我们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，会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的、情感的和信息的交换。当这种交换达到平衡时，人际关系就会更加和谐。萨古鲁在书中指出，人际关系的核心在于理解和包容。我们需要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理解他人的感受和需求。同时，我们也需要学会包容他人的缺点和不足，不要过于苛求完美。那么，如何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呢？萨古鲁在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会倾听。倾听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基础。我们需要认真倾听他人的讲话，不要打断或急于表达自己的观点。我们可以通过眼神交流、点头示意等方式，表示对他人讲话的尊重和关注。此外，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复述他人的讲话，以确认自己是否理解正确。其次，我们要学会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在人际关系中，我们不能总是压抑自己的感受和需求，这样只会导致误解和冲突。我们需要学会用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和需求。例如，你可以使用我觉得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感受，如我觉得有点失望，因为你没有遵守我们的约定。同时，你也可以使用我希望的句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，如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加坦诚的交流。最后，我们要学会处理冲突。冲突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们可以学会如何处理冲突，使其不影响人际关系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处理冲突。冷静下来。当我们遇到冲突时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冷静下来，不要让情绪控制自己。我们可以尝试着深呼吸几次，或者暂时离开冲突现场，等自己冷静下来后再来处理问题。倾听对方的观点。在处理冲突时，我们需要认真倾听对方的观点，了解对方的感受和需求，不要急于反驳或指责对方，而是要尝试着理解对方的立场。寻找共同点。在倾听对方观点的基础上，我们可以尝试着寻找共同点，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例如，你可以问自己，我们是否存在一些共同的目标或利益？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折中的方案？
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在寻找共同点的同时，我们也需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。但是在表达观点时，要注意语气和措辞，不要使用攻击性的语言。构建和谐人际关系的好处是巨大的。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给我们带来情感上的支持和关爱，让我们感受到温暖和幸福。同时，良好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，可以缓解压力、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。此外，良好的人际关系还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和资源，促进我们的个人成长和发展。第5个要点，自我实现，追寻生命的意义。自我实现是内在工程的最终目标。萨古鲁认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意义和价值，我们需要通过自我实现来追寻生命的意义。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不断地挑战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。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自我实现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，自我实现是指人们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的需求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人们会不断地发挥自己的潜能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。自我实现理论指出，自我实现的人具有以下一些特征：一、自我意识强，他们对自己的认识非常清晰，能够准确地评估自己的优点和缺点。2、自主性强，他们能够独立地思考和行动，不受他人的影响和干扰。3、创造力强，他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能够不断地创造出新的事物。4、富有同情心，他们关心他人，乐于助人，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5、追求卓越，他们不断地追求进步和完美，努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。萨古鲁在书中指出，自我实现不是一种终点，而是一种过程。我们需要不断地努力，不断地探索，不断地挑战自我，才能实现自我实现的目标。那么，如何进行自我实现呢？萨古鲁在书中介绍了几种有效的方法。首先，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。人生目标是指我们想要在生命中实现什么，它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和方向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寻找人生目标。一、思考自己的兴趣和爱好。我们的兴趣和爱好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，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喜欢音乐，那么你可以考虑将音乐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。2、思考自己的价值观和信念。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指导，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重视环保，那么你可以考虑将环保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。3、思考自己的人生经历，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和趋势，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目标。例如，如果你曾经经历过一些重大的挫折或挑战，那么你可以考虑将克服困难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。其次，我们要不断地学习和成长。自我实现是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。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新知识、新技能，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学习和成长。一、阅读书籍，书籍是知识的宝库，我们可以从书籍中学习到各种知识和技能。2、参加培训，参加培训是提升自己能力的重要途径，我们可以参加各种培训课程，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。3、与他人交流，与他人交流可以让我们获得新的视角和思路，帮助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成长。最后，我们要勇于挑战自我。自我实现需要我们不断地挑战自我，超越自我。我们需要勇敢地面对挑战，克服困难，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挑战自我。1、设定挑战性的目标。设定挑战性的目标可以激发我们的潜能，帮助我们更好地挑战自我。例如，如果你想提高自己的跑步水平，你可以设定一个目标，在半年内跑完马拉松。2、尝试新事物。尝试新事物可以让我们接触到不同的领域和领域，帮助我们更好地挑战自我。例如，你可以尝试着学习一门新的语言，或者参加一个你从未尝试过的运动。3、接受挑战。当我们遇到挑战时，不要害怕，要勇敢地接受挑战。例如，如果你被邀请参加一个重要的比赛或活动，不要犹豫，要勇敢地接受挑战。自我实现的好处是巨大的。当我们实现了自我实现的目标时，我们会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和成就感。这种感觉不是短暂的，而是持久的，它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此外，自我实现也有助于我们的心理健康，可以让我们更加自信，更加乐观。同时，自我实现还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，促进我们的人生发展。通过以上对内在工程的介绍，我们可以看到，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。它教会我们如何进行内在工程，如何管理情绪、管理时间、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，以及如何实现自我实现。那么，现在就让我们行动起来吧！不要让这本书只是停留在我们的书架上，而是要让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践行书中的理念和方法。相信我，当你开始改变自己的内在状态时，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住，
你拥有无限的潜能，你拥有改变自己生命的力量。不要害怕挑战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因为每一次挑战和失败都是我们成长的机会。相信自己，相信生命的力量，让我们一起踏上自我转变之旅，去追寻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和成功。最后，我想用书中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介绍：你的生命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，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奥秘。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解开这个奥秘，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。谢谢大家。